安装电视基础面是不锈钢的，电赚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来装一台85的电视，这2天电视架子都已经到货了。房子设计装修的非常漂亮，电视是做了一个悬浮嵌入式的。本以为内嵌的背景刷的是乳胶漆，近距离一摸才知道这是不锈钢。量一下装饰面到墙体的距离，大概是4公分半。再看一下客户买的伸缩支架，背架上一共是几个孔。大概了解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要考虑膨胀螺丝了。我车上是20公分的螺丝，确实有点长，让客户出去买个15公分的吧，一共买8条。等螺丝的功夫呢，我们做一些准备工作。先把电视包装拆了，这个电视说买回来都没有试过电，那我们在安装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，一定是试电。安装师傅在安装之前试电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。前段时间就有这么一个案例，一个师傅跟我说，他给客户家装电视，装之前也没有试机，然后装上之后开机，电视坏了，商家那边不承认，客户这边也默不作声，双方都等着他赔呢，那怎么办？最后自己当了那个大冤种，没办法。出了这个事儿了，才知道问我，这应该怎么办？到这个时候了，我有啥办法？有保险的走个保险，没有保险的只能自己赔了。试电没问题，客户也都在跟前儿。接下来咱们就把挂架组装一下。消费者买电视的时候呢，一般是不带架子的，极个别即使带的架子，那也是鸡肋，用不了。买电视挂架呢，我从我一个安装师傅的角度给大家分享点经验。我认为啊，买电视你比如说你买75的，那你买的这个架子最少它也得挂到85。你买85的电视，那你架子可能就要买到能挂到90寸或者100寸。这样大一点的架子挂出来的电视呢，会更加稳固。安装之前呢，一定要测量电视的尺寸和预留内嵌的尺寸。只要尺寸符合，我们再动手安装。背架的支架上面有那么多孔，这些孔都是用来调节的。在我们安装的时候呢，调高点、调低点都是可调的。把挂架在电视的背面呢，先组装好，这样组装好，我们就可以量出一个准确的数据。挂架底边到电视底边的距离27厘米。现在我们在内嵌背景墙上取出它的中心点，宽度和高度的交汇处呢，就是内嵌背景墙的中心点了。有了这个中心点，我们可以再量一下电视的底边，把电视的底边标出来。刚才我们量的是27厘米，底边往上翻27厘米，这就是挂架的底边。不过测量的方法它是多变的，每个师傅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进行测量和做标记线。有了中心线和有了挂架底边的标记线，我们在画孔之前呢，用水平仪把这个挂架只要放平了就可以。这么重的挂架，厂家也不说做个模板，有个模板画孔呢多方便。上面一共7个孔，这7个孔一会儿都得打出来。下边呢，我们只打2个。这个支架拉出来呢，它是一个杠杆原理，所以上边呢吃的劲儿最大，尽量把上面的螺丝都打满。螺丝也到位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在不锈钢板上开孔，开孔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。之前开孔器上的中心钻头折了，这个还得借一个，从木工开孔器上借一个钻头过来。借过来也不用它直接开，这种麻花钻头打不锈钢板那是打不动的。还是用我的3角钻头，用3角钻头呢，先在不锈钢板上钻几个洞，这就代替麻花钻头把中心定位孔先打开了。这个3角钻头还是个旧钻头，但是开不锈钢一点都不含糊。这样我们把8条螺丝的定位孔呢都开好了，接下来就把这个开孔器装上，用开孔器把钢板的孔再扩大。不锈钢板后面呢是做了预埋的木板，木板呢也扩大一点，一会儿我们用冲击钻头打的时候就好打。
挂这么大电视绝对不能含糊，该打的螺丝都得打上，只要客户不反对，绝对给他打满。前几天发的那个视频，那不就是因为螺丝打的少吗？电视掉下来，刚好把地砖还砸了个洞。幸好那个电视结实，电视没有坏。那电视坏了的话，那安装师傅肯定有责任。遇到这种墙体比较硬的，螺丝打毛了之后，还得用角磨机修一修，不然螺母就裁不下来了。架子固定好了，也调水平了，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孔，这个孔也绝不能放过。先打开给它拧个螺丝，直接拉到木板上。测试承重的时候到了，但是全屋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超过150斤的。客户都说了没问题，那就直接装吧。出来干活遇到这么热情的业主，那也都是好事呀，又是帮忙抬，又是帮忙扶。其实别看这电视大，只要这个电视抬起来，两个架子挂到一起，就剩几颗螺丝固定了，有一个人扶着那就足够了。到了这一步，这个活就完成了60%了。接下来就是调的环节，调的环节是比较麻烦的。看这些螺丝都是用来调节它的仰角的，调的过程考验的就是师傅的耐心了，反反复复可能要调好几回。这么大的电视，再好的师傅也未必能做到调好之后能1毫米不差。但是我们尽力而为，安装完毕，拜拜我的老铁。